大马海滩的杀手们将文斯莫克家族团团包围，只要佩罗斯佩罗一声令下，这个装逼家族就会立刻被打成筛子。然而因为剧情的需要，佩罗斯佩罗就站在这里硬拖，迟迟不肯下令。凯撒背着布雷从城堡外面的镜子里跳出去，等在城门口，准备随时接应逃出来的贝基等人。布雷吓得泪奔，如果别人看到自己在帮助这伙捣乱分子，自己一定会被杀掉的。凯撒可没时间搭理又哭又喊的布雷，他现在一心只想着赶快结束战斗，拿回自己的心脏。不过过了这么长时间，里面居然还没什么动静，凯撒有点忧心忡忡。他爬到城外墙壁上，向里面张望，大门确实已经不正常了，修女的照片也被损坏，蛋糕也摔得稀碎，整个会场一片混乱。但是为什么大妈还没有发出怪叫？这和计划里的有点不一样啊！会场内，路飞采纳了布鲁克的建议，抓起被砸碎的修女照片奔向大妈，只要把这个照片给大妈看一眼，重新刺激她一下，她应该就会崩溃了吧？路飞的目的早已被卡塔库里所预见，他安排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前去阻击路飞，自己这边则准备讨伐叛徒贝基。你小子果然是背叛了呀！贝基笑了笑，举起手中的机枪对着卡塔库里一顿扫射。有申平和佩德罗两个大将在自己左右，自己根本不怕这个将星。卡塔库里发动进攻，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同时，不忘观察周围。他交代佩罗斯佩罗立即下令干掉文斯莫克家族，以免夜长梦多。这时，山治咆哮着冲了过来，在他的身后，大夫和他的灯油魔人正在后面疯狂追击。文斯莫克这边看到山治，明显一愣，永志一脸嘲讽：“这小子干嘛呢？手忙脚乱的。”文斯莫克兄弟口中的废物山治，此时正为了解救他们而冲锋陷阵。雷就露出欣慰的笑容，山治的温柔是自己无法想象的。从小就被剥夺了情感的文斯莫克家族根本不具备温柔这个东西。但是山治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无法丢下曾经伤害自己最深的家人逃走，这已经足以让雷九为他自豪。雷九憎恨文斯莫克之名，但是他看到文斯莫克家族中有像山治这样富有情感、善良忠诚的人成长起来，雷九自己仿佛得到了救赎。在文斯莫克一族的血脉还有良心存留，母亲当年的期望没有白费，是山治让雷九看到了人间的美好。与狂奔而来的山治正相反的是像个小婴儿一样哇哇痛哭的所谓的被害统治者加治，以及几个面无表情好像机器人一样的子女。文斯莫克家族也着实让人唏嘘。路飞躲开一看杀手的攻击，抓着照片扔向大妈。欧文跳出来一把抓住路飞纤细的手臂，路飞被烫得尖叫一声，随即松开了双手。欧文将照片捡了起来，身后布鲁克奔过来一招黄泉剑将高温人欧文冻住，随即又将照片抢到手。路飞接过照片继续奔向大妈，欧文又要上前阻止，布鲁克提剑横在欧文的面前：“你的对手可是我呀！”欧文身上发出滚烫的黄色光芒，真的要硬刚的话，自己有100%的把握将这个骷髅男瞬间化为灰烬。然而布鲁克一点恐慌都没有，我可是单挑过大妈的男子，狙一个大妈手下的干部有什么可怕的？佩罗斯佩罗伸着大舌头，发出暴虐的笑声。他一声令下，手下们拉开手枪的保险，下一秒文斯莫克家族就被打成马蜂窝了。就在大家以为终于要开枪的时候，镜头忽然一转，路飞已经跌跌撞撞地跑到了大妈的身后。卡塔库里拼了命的阻止，用糯米能力封住了路飞的行动。不过他依然看到了非常可怕的未来，这个未来很快就实现了。路飞伸长的手臂将碎掉的虚拟图片直接送到了大妈的眼前，陷入混乱的大妈一愣，身体因为激动和愤怒而颤动不止，眼泪止不住的流出来。她试图用手将照片拼起来，但是无济于事。终于大妈完全崩溃了，尖叫声就像超级武器的冲击波一样，瞬间席卷整个会场乃至整个蛋糕岛。怪叫伴随着霸王色霸气以及强大的气流，将会场内的桌椅碗具摧毁成渣，一般的路人直接晕倒在地丧失意识。而像卡塔库里、字母吉这种级别的选手也难以招架大妈的怪叫，痛苦的捂住耳朵。路飞直接躺在地上打滚哀嚎，背脊联军的人立刻戴上耳塞。山治趁机足踏空行跳起来，在空中一招无敌风火轮旋转降落，踢碎了困住家族成员的糖浆。特别进攻小队乔巴三人也及时赶到，用耳塞将文斯莫克家族这几个装逼犯的耳朵塞住，又把他们的战斗衣拿过来交在他们各自的手中。加治懵逼了，他仰起头看着眼前这个被自己唾弃为废物，此时却带着火焰和光芒站在自己面前的帅逼，内心深深的被震撼住。山治的一脸鄙夷的俯视着加治，那表情就像是在说：“你也有今天呀！”大妈尖叫不止，由于精神崩溃，她失去意识，痛苦地跪倒在地。大幅度降低的防御力让大妈的膝盖受到了伤害。贝基知道他现在和普通人无异，已经完蛋了。刺杀小队立刻展开行动，维特和戈蒂掏着火箭筒从贝基的身体里钻出来，三人举着这个超巨毒杀人武器，同时瞄准大妈，一发就足以致命。三发如果一起打中，恐怕要将眼前这个钢铁气球化成渣渣。没有耳塞的将星们受不了大妈的这种怪叫，看到贝基三人的行动却无能为力，光是在大妈的怪叫中自保就已经是很勉强了。将星斯姆基无力的在一边咒骂贝基，贝基得意一笑：“永别了，老太婆。”按照以往故事剧情的套路，每气氛推到关键时刻，必然是画面突然一转，剧情突然跳跃，将观看者带入到另一个平行故事中。贝基等人的暗杀没有成功，这是所有人能预料到的。但是为什么没有成功？剧情暂时不允许进行讨论，而是将另一条故事线插入进来，以吊人胃口。这段故事讲述了大妈儿时的回忆，同时揭秘了为什么大妈会被全世界的巨人族拉入黑名单这个事情。
故事从头到尾骇人听闻，惊悚连连。63年前，新世界的埃尔巴夫，这里是巨人族之岛。只有5岁的夏洛特玲玲，身形已经比普通成年人类大数倍，攻击力爆表，天赋异禀，根本不是普通人类能控制得了的。由于在自己的国家惹了一些麻烦，玲玲的父母不得不将玲玲抛弃在埃尔巴夫这个巨人岛。他们听说这里有一个圣母，应该可以拯救玲玲。玲玲很好奇，为什么父母将自己带到这样一个荒凉之地？父母哄骗玲玲说，他们要在附近处理一些工作，玲玲可以在这里面变成零食，等着他们回来。玲玲很开心，打开背包将零食倒出来，满怀期待地等着父母，直到零食都吃光了，直到四周被黑暗笼罩。玲玲再也没有等到父母回来接她。天空中下起了小雪，玲玲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可是喂养她的人已经消失在了天边不见。玲玲父母口中的那个圣母就是加尔默罗修女。100年前，一位巨人族组成的海贼团——巨滨海贼团，几乎称霸整个世界，令全世界闻风丧胆。这些巨人族不仅战斗力超群，而且极为残暴好斗。他们肆虐了一切可以称为海洋的海，烧毁了一切可以称为城镇的城，无人可挡。可是突然有一天，巨滨海贼团的2名船长离开海贼团，巨滨海贼团大势已去，主要的干部相继被海军逮捕，准备斩首示众。出刑台下，人们喊杀的声音一浪盖过一浪，呼声出奇的高。没有人会可怜这样一群无恶不作、威胁巨大的海贼。就在海军准备下令斩首的时候，一个女子突然出现，阻止了海军。她就是被称为美丽的流浪修女的加尔默罗修女。她主张停止处刑，建立人类与巨人族的友好关系，因为上天希望2个种族和解。一个莫名其妙的修女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人们当然对她嗤之以鼻。海军更不可能因为这个奇怪修女的一句话放过罪大恶极的巨人海贼。你知道这些海贼做过多少恶事？那就更应该和解了。如果杀了他们，必会遭到埃尔巴夫巨人族的报复。冤冤相报何时了？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瓢泼大雨说下就下。修女张开手臂，平静地说道：“请饶恕他们的罪行吧。”一道闪电劈下来，惊煞全场。人们惊讶地发现，加尔默罗修女的身上仿佛有一道圣光，指引着人们走向救赎。群众被震惊了，海贼们被感动了，大家开始相信了修女的话，是上天希望人类和巨人族和解。海军最终还是同意放过这些巨人海贼，加尔默罗修女也一战成名，成为一代传奇人物，也成为整个埃尔巴夫的恩人。加尔默罗修女就这样住进了埃尔巴夫，成为巨人族与人类建立友好关系的桥梁。她在这里开设了一个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孩子们的地方，不问种族，不问身份，所有人种在这里都能得到关怀，被人们称为羔羊之家。时间回到37年后，玲玲被遗弃的时间点。此时的加尔默罗修女已经老了，但她依然积极地投身于收养和照顾流浪儿童的这个公益事业之中。饥肠辘辘的玲玲在岛上漫无目的的寻觅，找到了羔羊之家。加尔默罗修女高兴地见到了玲玲，修女安抚玲玲不要担心，在爸爸妈妈来这里接她之前，就住在羔羊之家吧。旁边的长手族孩子立刻接过话茬，他们不会来接你了，你被抛弃了。修女安慰道：“这里的孩子们都很有个性，你们会相处愉快的。”另一个小胖孩接着说：“是呀，个性的都被父母抛弃了。”玲玲倒是不在乎，哪里有吃的哪里就是家呀，只要给吃的就行。羔羊之家的孩子们在玲玲的面前就像是小猫小狗一样渺小，孩子们都挺害怕玲玲。但是玲玲在这里住得很舒服，因为她第一次看到了比自己体型还大的巨人族，以及可以容纳自我的房间。在阿尔巴夫，玲玲找到了归属感。年幼的玲玲很快表现出了惊人的力量和战斗天赋，一拳就可以将熊打死，一巴掌就能将巨人族儿童打得全身多处骨折。虽然他无意伤人，但是他的力量实在太大了，就算是打闹，也很容易把周围的伙伴致死致残，是一个让所有人都恐惧的危险人物。伙伴们都讨厌玲玲，只有加尔默罗修女一如既往的对玲玲友善耐心。玲玲第一次遇到像修女一样对自己理解的人，加尔默罗修女宽恕玲玲的一切错误。玲玲在这里也得到了巨人族的接纳和宽容。他们都认为玲玲是温柔的，她对任何人都没有恶意，只不过是力量大了一些而已。此时，原巨滨海贼团的2个船长青鬼东利、红鬼布罗基已经决战了40年。当年就是因为2人的离开，导致巨滨海贼团被团灭。后来，2个不分日夜决斗的传说级巨人与路飞等人相遇，因为路飞一伙人的原因，结束了几十年的恶战，重归于好。在岛上，玲玲还结识了另一个巨人族海尔丁。德雷斯罗萨篇后加入草帽大船团的巨人海贼，阿尔巴夫村落里的巨人族都比较野蛮且骁勇好战。海尔丁从小就被当成是未来巨滨海贼团的首领培养。阿尔巴夫有一个传统，在冬至祭之前，全村要绝食12天，12天的绝食之后就可以过节了。在绝食前，全村都要吃一种名叫萨姆拉的甜食以储备营养。玲玲一听要吃甜食，兴奋的口水直流。根据同伴的描述，萨姆拉是一种面团里夹着鲜奶油，上面撒满糖粉的美味甜点，是每年绝食日前人们最大的享乐。玲玲的眼睛都亮了，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过瘾的甜食。玲玲和小伙伴们随着巨人族的长老来到村落，大家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一起享用萨姆拉。长老举杯庆贺，庆祝王子洛基出生。
向他们心中的信仰太阳致以感恩。大人们纷纷举杯，孩子们欢快地品尝萨姆拉。玲玲吃了一口萨姆拉，瞬间爱上，欲罢不能。这美味简直让人上头。玲玲吃着吃着失去理智，一大盆的萨姆拉被玲玲的光速小手以极快的速度塞进嘴里。周围的人们都看傻了，有人过来阻止玲玲，玲玲一把将人推开，用更快的速度将桌上的萨姆拉一扫而光，祸根就此埋下。绝食日第3天，加尔默罗修女给大家讲述冬至祭的由来，但玲玲心里只想干饭。修女安慰玲玲，绝食日很快就会过去了，挺一挺就好了，要加油哦。玲玲最喜欢修女了，她对修女说的所有话一定言听计从。她微笑着回答：“我会加油的。”绝食日第4天，修女依然微笑着鼓励大家。玲玲很勉强的回答：“我一定会加油的。”绝食日第5天，玲玲已经饿得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了。绝食日第6天，玲玲看着窗外的飘雪，想起了美味的萨姆拉，她的眼神产生了变化。1天之后的一个夜晚，高安之家的孩子慌慌张张的跑到加尔默罗修女的房间，吓得浑身发抖。修女，救命啊！玲玲她！玲玲因为饥饿和对萨姆拉的思念，爆发了40症，陷入了癫狂的状态，在巨人族的村落里打砸烧杀，巨人族们被玲玲打翻在地，失去意识，整个村子陷入一片火海。玲玲站在火海之中，大吼一声，把萨姆拉拿过来。怪叫产生的音波和气流将周围的人们掀翻在地。巨人族的长老提起长剑走向玲玲，这个孩子简直就是恶魔附体，绝对不能留。说着，长老一剑劈向玲玲的脑袋。我是先锋君，咱们下期见。